一个富婆找到我，甩给我一张支票，给你500万，离开我儿子。我把支票给他推回去，给你500万，离开你儿子。咖啡厅里，我和一个美丽的富婆相对而坐。富婆拿出一张支票，推到我面前，给你500万，离开我儿子。我看着支票上的一堆零，淡定地把支票给富婆推回去，给你500万，离开你儿子。富婆看着她的支票被我推了回来，目瞪口呆地看着我。姑娘啊，你这每个字我都能听懂，连成一句话我怎么没听明白呢？面前的富婆很漂亮，漂亮到我有足够的耐心和她解释。是这样的，阿姨，我和您儿子要结婚了，但是我不太会处理关系，所以我希望您能离开您儿子。虽然这个要求很过分，但是为了我们3个家庭的平安，我只能想到这个办法，并和富婆保证，您放心，我会补偿您的。富婆看着我，结结巴巴地说，可你给的这500万是我的钱啊。完了，第一面就把未来婆婆整不自信了。我果真不会处理婆关系。我把这段经历和闺蜜说了，问她怎么才能修复这还没开始就已经破裂的婆关系。闺蜜琢磨了一会儿，道：你啥都不用管，只要发挥你自身特质就行。你是说颜值还是身材？我闺蜜扁着嘴，我说的是你那空空的脑壳。记住我一句话。闺蜜突然搂住我的脖子，十分认真道：真诚就是永远的必杀技。闺蜜比我聪明很多，我把她这话记在心里。结婚当天，我看着公公婆婆激动的泪流满面。我把茶递给谭建平他妈妈，十分真诚道：妈，你放心，我会把你当亲妈看待。多年后，婆婆同我谈到此事时说，当时你说这话的时候，我眼皮就一直跳，但是当时大意了，忘了闪。第二天醒来时已经是中午，我被谭建平抱着下楼，对着餐桌上的婆婆喊了声妈。婆婆淡淡应了一声，下一秒却支开谭建平，对我发难：你现在已经结婚了，要喊我妈妈而不是妈。我看着面前一脸认真的婆婆，道：你是不是要给我个下马威啊？婆婆双手拍在脸颊两侧，这么明显的吗？挺明显的，我实话实说。其实你可以说谭建平抱我下来不太好，或者说啊，怎么睡到这个时候啊？我有模有样的给婆婆演示。婆婆不知从哪里掏出个笔记本，一笔一画的记，直到谭建平回来了，问我们在干什么。婆婆收起笔记本，淡定回道：没事，问他一道微积分。见。婚礼后，我和谭建平要去蜜月旅行，但行李收拾到一半，我想起来我的防晒没有了，我想出去买，却被谭建平拦了下来。你去问咱妈，她那里应该有。我答应着，跑去婆婆的房间。房门口，我正要敲门，却听见婆婆和她闺蜜打电话的声音。对天发誓，我绝对没有偷听人家说话的爱好，但是婆的闺蜜和我的闺蜜是如此的相像。你就是性格太软了，还傻。你要是强硬一点，聪明一点，我也不用担心你受新媳妇的欺负。婆婆在手机的这端弱弱的辩解，其实我也没受欺负啊，她人还挺好的。好什么好？婆婆的闺蜜在那头急眼了。你想啊，能把你的500万退回，还能顺利的嫁进来的人，那能是一般人吗？看来百万离儿的名场面还有婆婆闺蜜的参与，但是我真的很想和那位阿姨说一声，就是她有没有想过，不一般的那个人，可能是她闺蜜呢？电话这端，婆婆还在费力解释，说她的儿媳妇真的是个好人。我听了这话很是感动，情绪一下就顶上来了。婆婆对我这么好，我昨天还说拿人家当亲妈，可今天就忘了，
这真是不应该。于是我拿出自己对亲妈的样子，象征性的敲了一下门，高喊着妈，就推门进去。婆婆看见我进来，手忙脚乱的把手机藏起来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妈，我防晒没有了，把你的给我用用。婆婆指了指她的梳妆台，那里，你自己拿。我把那防晒扔进自己的包里，却在转身的那一刻，又看到一瓶不错的水乳。对亲妈的东西，是拿还是不拿？犹豫了1秒钟后，我十分痛快的把那瓶水乳装进了包里。妈，我还想要这水乳。妈，再把这隔离借我用用，求你了。等我拿完出去之后，我听见婆婆和她的闺蜜哭诉，你快教教我怎么对付她吧。对，她来我这儿进货来了。蜜月旅行1个月回来，到家的时候正好是晚饭时间。饭桌上，婆婆心疼的看着我和谭建平，都瘦了，快吃点肉补补。说着，给我和谭建平一人夹了1块肉。儿子、儿媳1碗水端平，婆婆的暖心行为又把我的情绪顶上来了。妈，你也吃，别就顾着我们。妈，你再尝尝这个更好吃。我筷子抡得像小铲车，桌上的荤菜一个接一个进了婆婆的碗。等到婆婆的碗冒了个尖，我停住筷子，看着面前眼泪汪汪的婆婆，更加暖心。别这么感动，妈，您就拿我当您亲女儿。闺蜜说的没错，真诚就是永远的必杀技。几天后，婆婆去逛街，大包小包的东西买了一堆，全是给我买的。虽说衣服的颜色和款式不太适合我这个年纪，但质量是1等1的好。我把自己塞进小1号的衣服里，朝着婆婆笑。妈，你看这衣服多么合身。婆婆往下拽衣服，妙妙，你穿这衣服是不是有点小啊？这个号我穿正合适。不小。我把婆婆拽下来的领子拽上来，这就是修身的款，穿就好了。可妈妈看着有点小，要不妈妈给你去换了吧。妈，我按住婆婆的肩膀，你给我买的衣服很合身，我爱你。我吧一声亲在婆婆的脸颊，婆婆后退2步，慌慌张张的往楼上跑。哎，你说我婆婆怎么这么容易害羞呢？晚上入睡前，我抱着婆婆给我新买的小玩偶沉沉睡去，却被雷声给惊醒。窗外雨水噼里啪啦的落下，我从床上坐了起来，抱紧小玩偶，有点害怕，不想要老公，想找妈妈。我拉着鞋去敲婆婆的房门，可手还没落下，门就从里面被打开了。婆婆从里面探出头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张开双臂要抱抱。妈，我想和你一起睡。婆婆没抱我，让我觉得自己是个亲妈不要的小孩。我吸了吸鼻子，含糊出声，妈。婆婆慌了，把我揽进怀里，你别哭啊。我在婆婆的怀里蹭了蹭，你陪我去客房睡觉吧。婆婆为难道，可是我认床啊。婆婆认床，就不能陪我去客房睡觉。我跟个绿茶一样，1步3回头的往回走。婆婆看着我这个样子，叫住我，你等一会儿，而后转身回了屋。然后我就听见屋内一声巨响，紧接着就是公公那惨绝人寰的尖叫。几秒钟后，公公抱着胳膊走了出来，幽怨的看了我一眼。婆婆从里面探出头招呼我，进来吧，妙妙。婆婆的床也不比我的床舒适，但是多了那种妈妈的感觉，就让我很快进入梦乡。在睁眼时天已经大亮，婆婆坐在我的身边揉着腰，我伸手帮婆婆去揉。妈，咱们今天去医院吧，给你好好看看腰。婆婆拒绝去医院，但是腰疼可不是小问题，正好闺蜜今天约我出去，我可以好好请教她这个专业人士。腰疼？对，我点头，可能肩膀还有些不舒服。
我知道了。闺蜜对我招手，你坐这里来，我给你弄一下，你好回家给你婆婆弄。我听话的坐过去，闺蜜双手抱住我的前胸，下一秒上半身45度向上飞起，过程很惊险，但腰真的好舒服。闺蜜道，告诉你，就靠着这套手法，你婆婆的腰只能更好，不能更坏，到时候你婆婆还不被你治得服服帖帖的。我抱住闺蜜一个劲儿的吹彩虹屁，闺蜜嫌弃的拍开我，转身去了卫生间。2秒钟后，闺蜜回来扳住我的肩膀尖叫，不好了，妙妙，你婆婆在门外哭呢。酒吧门外，婆婆哭得像个失足少女。我抬腿跑过去，却听见婆哭着打电话，她太厉害了，我根本斗不过她。呜，你给我出的那些招根本没用，你让我夹菜时偏心谭建平，给他夹不好的肉，他看出来了，直接把所有的肉都夹给我了，差点给我吃吐了。还有，你让我把给自己买的衣服假装说是给他买的，气他，他就把所有衣服都拿走了，一件都没给我留。我还听见她和她闺蜜说要把我治得服服帖帖的。呜，我这是跟什么人生活在一起啊？婆婆边哭边往回跑，我又气又急，直接上手把婆婆拽住。妈，别哭着在大街上跑，太危险了。不料婆婆见了我如同惊弓之鸟，拦着一辆出租车就钻了进去。师傅，快带我走！婆婆坐车一溜烟的走了，我也赶忙拦车回家。到家门口，我一推门，就看见婆婆拎着行李箱在前面走，公公和谭建平抱着婆婆的大腿在后面扯。见我回来，公公和谭建平都很有眼色的退到一旁。我一手拉过婆婆的行李箱，道：妈，你要去哪儿？婆婆退了一步后，又仰着脖子愤愤道：去哪儿？这个家里你容不下我，我回娘家。妈，你别瞎说，我哪里容不下你？怎么不是？婆婆委屈起来，连声音都染上哭腔。你让我吃那么多肉，抢我衣服，睡觉时骑着我，还说要把我治得服服帖帖的。我着急道：那是误会。婆婆不理我，继续道：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怕你。昨天我回房间时，你和我说让我小心点儿，我被吓得没睡着觉，在地上摸了半宿，我以为你给我埋地雷了呢。去！婆婆一点一点控诉着我的罪行，我自己听着也觉得委屈。我明明是把婆婆当亲妈看待，但是最后却弄成了这个样子。我想由着自己的性子和婆婆大吵一架，但转念一想，这样不就更伤了婆婆的心？于是我想到了之前看到的一个视频，说是同亲近的人吵架时就可以打哇哇，因为这样既不会伤害双方感情，又可以逗笑对方。哇哇哇哇！我姑不犹豫地抬起手，张开嘴巴打哇哇。婆婆看了我一眼，哭得更厉害了。林妙妙，你多过分！我都要走了，你还要挑衅我。婆婆回娘家了，带着公公一起走的，我也很伤心，在床上了好几天。谭建平以为我生病了，带我去医院检查一通，结果不是生病，是怀孕了1个多月。谭建平很开心，趴在我身边表忠心：老婆，你想要星星还是月亮？告诉老公，老公都给你搞来。我看着面前异常兴奋的谭建平，想了想，妈妈。谭建平听了愣怔1秒，捏着嗓子道：哎，乖女儿。啪我一巴掌给谭建平拍过去，又帮他揉了揉。为什么我怀孕傻的却是你？被我打了一巴掌的谭建平很委屈，但是他不敢哭出声。那我去舅舅家接他，你在家等着，等会儿我和你一起去。去舅舅家接婆婆，前来开门的是公公。公公看着面前2个欺负过他媳妇的人，异常生气，
如今四下无人，就站在门口，把我们两个骂得狗血淋头。谭建平也没惯着他，把我抱到身前一放，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架势。来，爸，你使劲骂，给他骂哭，反正你孙子在他肚子里面待着呢，正好也让他早点见识见识他爷爷多厉害。公公听了这话，被震得说不出话来。婆婆过来揪着公公的耳朵，把他扯到身后去。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公公这点冷嘲热讽都不够看的。婆婆小心地看着我的肚子，真有了。我点点头，婆婆盯着我的肚子，站在原地纠结一会，开始喊公公名字，快收拾东西回家。回家是顺利回家了，但是婆婆说要和我约法三章，说这样既能照顾怀孕的人，她也不会被我欺负。换做以前，我会同意婆婆的做法，毕竟什么事情都要依着亲妈来。但现在我知道了婆婆如此想的症结所在，就会对症下药。我拉着婆婆坐下，开始掰开揉碎的和她说，妈，你根本不用担心我会欺负你，你想想，你挣钱吗？婆婆摇头，不挣钱。我接着问，那你稀罕你儿子吗？婆婆斟酌道，还行，没你稀罕。那你会做家务吗？不会。看吧，我一拍大腿，你看你不会挣钱，啥都不会干，也不和我抢谭建平，我欺负你，我能得到啥？啥也没有。是啊，那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儿我可不干，所以咱娘俩以后好好处，争取成为模范婆媳，给那些不看好咱们的人看看。婆婆也捏着拳头，对，让他们好好看看。婆婆说完，又反应了一会儿，你刚才是不是在 CPU 我？没有，那叫 KTV。和婆婆达成和解之后，我得到了婆婆360度全方位的照顾。8个多月后，谭建平翘首以盼的闺女成了儿子，出生了。本以为可以开始和婆婆一样过上美好且颓废的贵妇生活时，谭建平一脚把我踹回了现实。谭林满月那天，谭建平当着全家人的面对我说，妙妙，你有没有考虑过重新工作？我很认真地看着他，完全没有。婆婆在一旁附和，找什么工作啊？你养不起你老婆啊？公公点头，表示对谭建平工作能力的鄙视。谭建平不理他们，继续说，我不是非得希望你能有一份工作，但我希望你能有个兴趣爱好作为终生奋斗的目标，而不是整天没有目标，无所事事，那样人是会废掉的。可是妈妈也是整天无所事事啊，我反驳道。是啊，谭建平丝毫不避讳，所以他废掉了啊。婆婆起身做事要打谭建平，谭建平都不带躲的。你看看他，连回家都要让咱爸带着，离了咱爸，他啥都干不了。谭建平一番话，成功的让我意识到了一个女人在思想和经济上的独立性有多么重要。我承诺谭建平，你的提议我会好好考虑的。找工作这事宜早不宜晚，因为晚点我就不想动弹了。我抱着电脑撒网似的投简历，婆婆从旁边凑过来道，妙妙，你找工作呢，带我一个呗。我点头，行，你想要一份什么样的工作？什么样的都无所谓，主要是我想和你一起。婆婆这句话让我犯了难，本来我找工作就很难找，现在再加上个婆，就是难上加难。于是婆婆提议道，妙妙，要不咱们去你老公的公司给他当秘书吧。我考虑着婆婆建议的可能性，咱们通过关系进去，这样对其他人不好吧？婆婆认真的想了一下这个问题，道，那咱们就去当实习生，钱少点无所谓，重要的是能学到东西，之后去其他公司工作也是好的。那行，等谭建平回来我就和他说。
见我同意后，婆婆喜笑颜开，拍了拍我的肩膀道：“咱娘俩这凄美美女组合，就是那秘书界坐着火箭起飞的新星。”晚上谭建平回来的时候，我把这件事儿和谭建平说了，谭建平很痛快的答应了，还说让我和婆婆明天就去上班。因为没有经验，所以我和婆婆的工作就从冲咖啡开始。我和婆婆不会用咖啡机，就在度娘的指导下，一口气弄了20几杯，没一杯能喝的。谭建平的秘书来催，老板渴得快要脱水了。我和婆婆手忙脚乱，从中挑出来一杯能喝的，可这清汤寡水的，根本不像咖啡。妈，这颜色有点浅吧？婆婆啧啧，好像是啊，这看起来不像咖啡，像刷锅水。我拿出随身携带的黑巧，要不给上点色？上色是一定要上的，但你这个不太像。婆婆回身拿了一支咖啡色的记号笔，拧开笔帽就要往杯子里兑，我急忙按住婆婆的手，别，妈，那是你亲儿子那杯咖啡里最终还是放了黑巧，味道怎么样我不知道，反谭建平是跑了一上午厕所。下午的时候，谭建平出来告诉我和婆婆，让我们去订个餐厅，然后去接合作方。我开着小电驴载着婆婆去机场时都商量好了，我俩都不会开车，那就给合作方叫个出租车，我们骑着小电驴在后面跟。可小电驴停在外面，合作方觉得是我们太过客气，执意要坐我们的车。我和婆婆解释道：“何先生，我们的车是真的坐不开，还是为你另外叫一辆车，你看可以吗？”何先生摆摆手，随意道：“不用这么麻烦。我和谭建平虽然是合作关系，但也是好朋友，不用讲究那么多排场。那行吧。”我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：“您是要坐后面，还是要坐中间？”何先生，哎，何先生选了中间，在他的衬托下，我的小电驴的气场显得格外强大。车走出20米。何先生讲话了：“我一个大男人夹在你们2个女士的中间，是不是不太好？要不咱们换个位置？”我把车停在路边。行，何先生，你想怎么换？不坐在2位女士中间就好。我巴拉巴拉电动车前面那一小块地方的尘世，那何先生就坐在前面吧。何先生盯着那一小块地方盯了半天，最后还是上去了。小电驴继续行驶，婆婆在后面催促道：“妙妙快点儿，谭建平了。”好，我抓紧车把。何先生坐稳了，我要开始车了。标小电驴是一种很新的东西，到地方的时候，何先生柔顺的刘海已经变成了冲天扫把，还反过来安慰我和婆婆。车速不快，这点小风吹的人很是舒爽。谭建平从包间内迎了出来，看到何先生的样子，一脸惊讶：“你这是刚从非洲要饭回来的吗？”何先生摁了摁头发：“不是，刚吹了点小风。”谭建平笑了笑，招呼服务员开始上菜。2人说是谈生意，但更多的是叙旧。酒一上来，这种氛围就更加浓烈。酒过3巡，谭建平和何先生还要继续。婆婆看着2人的动作，脸越来越黑。放下，喝这么多酒要干什么？谭建平和何先生2人被吓了一哆嗦，杯里的酒都悉数奉给自己的衣裳。我赶忙对了对婆婆：“妈，咱们这是在工作，你别弄混了。”婆婆也反应过来，看着面前呆若木鸡的2人，笑成一朵花。哎呦，我没吓到你们吧？继续喝，继续喝。有了这一遭，2人在喝酒的时候，每一个动作都是试探。酒到8分满，看了一眼婆婆，很好，还在笑。提起酒杯到嘴边，又看了一眼婆婆，不错，在吃菜。前方无敌人，就可以安全到达胃里。啪！
婆婆手一拍桌子，说多少遍了，不能喝酒，不能喝酒，怎么不听话？那边谭建平呛了半杯酒，差点把杯子吞了，而何先生更惨，直接将一杯酒都灌子里去了。我上前递纸巾，却被何先生撞得绕了3个圈圈。何先生一边咳一边往外跑，谭建平，你放过我吧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将何先生安全送回去后，作为老板的谭建平给我和婆婆一顿批评，我和婆婆虚心接受，并请谭建平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谭建平沉思一会儿，道：我明天要出差，你们2个给我订机票，订酒店。我和婆婆异口同声，保证完成任务。为了证明我们的能力，我和婆婆挑灯夜战，势必要选出最好的酒店给谭建平住。我把筛选出来的一排5星级酒店拿给婆婆看，妈，你看这几个怎么样？婆婆拿着笔记本一一对照，不错是不错，但是科技化太严重。谭建平好不容易出去一次，要还是每天都在这种氛围中，多累啊！我想了想，那要不找个民宿？我看行。婆婆说着，翻出手机上的信息，我刚看到一个，特别好，我给你念念宣传语啊，低调又奢华，在城市中寻找那失落的自己。我给婆婆竖了个大拇指，真棒，那咱们就定这个了。民宿是半夜订的，谭建平是早上走的，我和婆婆是中午被辞退的。辞退原因是，自从我们上岗后，老板工作压力太大了。谭建平的秘书亲自来通知我和婆婆被离职的消息，婆婆不信，拿起手机要给封来打电话问个清楚，电话一直没接通。秘书微笑道：辞退2位确实是封总的意思，至于封总不接电话，那估计是山头上没信号。我一脸惊讶，转头看婆婆，山头不在城市中寻觅吗？咋还给人整山上去了？婆婆手忙脚乱地拿出手机，看了一眼后抬头，尴尬道：不好意思啊，我看错了，是从城市出发，到山间寻觅。我和婆婆还在震惊的大眼瞪小眼，公公从屋里出来了。因为公公对婆婆抛弃她独自外出搞事业的事情耿耿于怀，见我和婆被谭建平辞退，阴阳怪气道：哟，这不是咱家的卧龙凤雏吗？今天怎么还不上班啊？不会是被开除了吧？公公的绿茶发言彻底激起了婆婆的胜负欲。凌晨3点，婆婆把我摇醒，说要带我走上人生巅峰。我迷迷瞪瞪地看着婆婆，啥羊巅峰？没有羊巅峰。婆婆攥着我的肩膀摇了摇，我说我要带你进入娱乐圈，给你当经纪人，让你红得发紫，成为大明星。羊巅峰不能用诺福沙星。我努力睁了睁眼睛。婆婆不想再和我玩文字游戏，你别管啥星，你就答应我，明天和我去面试就行了。行，你带我去哪里，我就和你去哪里。婆婆用力地抱了我一下，我则顺势窝在婆婆的怀里，闭上眼睛。婆婆恨铁不成钢，这个年纪你是怎么睡得着的？第2天，婆婆把我带到一处公寓楼下，塞给我张简历，让我进去试镜。我捏着那张纸问婆婆：试镜？妈，可是我不会演戏啊。婆婆拍拍我的背：你放心，你妈我能干那没谱的事儿吗？我都调查好了，我给你找的这个角色戏份不多，虽然是个反派，但是可爱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角色是个笨蛋美人，这不就是为你量身打造的角色吗？我有些犹豫，妈，我又不是专业演员，让我去演戏，那不是糊弄观众吗？话不能这么说。婆婆安慰我，咱们是按照正常程序去面试，成功与否都在导演身上啊，咱们也没走后门，你怕什么？话是这么说没错，我点点头。
可人家导演是要看你有没有作品，我可啥都没有。有你妈在，你怕什么？你看看你的简历，妈都替你写好了。婆婆挺起胸脯，我看向婆婆塞给我的那张纸，看一遍后问婆婆：妈，我问一下啊，啥叫曾担任耗时8个月、注资100万元的纪录片女主角？我咋不记得我人生中还有这段经历呢？婆婆解释道：你忘了吗？你的婚礼耗时8个月，花了几百万。婚礼当天，摄影师对你脸拍了一整天，这还不算纪录片女主角。婆婆，这应该算诈骗。就在我纠结要不要带婆婆去自首的时候，婆把我推进了房间。副导演看我眼前一亮，对着旁边的人说：对，看见了吗？就要这种傻不拉几长得还不错的。这话说的我很伤心，因为我觉得他可以把长得好看放前面。副导演旁边的小姑娘递给我一页稿子，让我照着念。我看着上面的字，试探着出声：你放肆！副导演坐在对面喊：大点声！我放开嗓子：你放肆！副导演声音再跋扈一点儿：你咋娘们唧唧的？我弱弱辩解：因为我就是个娘们。副导演听了愣了一下，随后招手从身后叫来几个人：看见了吗？这种傻是比较自然的，你们等会儿好好揣摩一下。副导演的话很伤人，但我还能忍受。可我身后的婆婆没忍住，她直接冲上来将我护在身后。我1.7米多，婆婆1.6米，这一幕很像瘦弱的小母鸡护大鸡崽子，根本挡不住。婆婆愤怒地看着副导演道：你才放肆，人家演的不好就不好，你拒绝人家就得了，为什么还人身攻击啊？你还说别人傻，你就够傻的了。刚才那几个人偷着玩手机呢，你都不知道吧？婆婆越说越激动，对面副导演越看越兴奋。我扯了扯婆婆的袖子，小声道：妈，别说了。说，必须说，凭什么不让人说？婆婆回头让我别怂，却在转身对上副导演的眼神时粘了下来。那不说就不说呗。副导演面无表情地朝我和婆婆走过来，我们俩人的小心脏都提到了嗓子眼。几米远的距离，副导演几步走完，然后突然抓住婆婆的手：姐，我这有个角色，莫张跋扈，又美又傻，特别适合你。你有没有来我剧组的意向？我和婆婆出来的时候，腿还在哆嗦，因为我们实在是没想到天上掉馅饼的事儿还能砸到我们俩身上。婆婆颤着声音问我：我进卷了？我也哆嗦着点头：进了。婆婆突然停住看着我：可我不会演戏啊。我安慰她：没关系，你本色出演就好。再说我爸还在家等着看咱们两个的笑话呢，咱俩不得给他露一手。婆婆点头，深表同意。她原本是想把我打造成演艺界一颗染油升起的新星，结果面试一圈，她成星了。但我和婆婆对这种情况没有任何异议，反正都是半路出家，谁是演员，谁是经纪人没差。于是我做兼助理，在剧组里待了4天，出来时谭林都已经会坐着了。经过这4个月的历练，婆婆发觉她对演戏的热爱已经超过了和公公的爱情，于是她义无反顾地找了专业老师学习演戏。而我为了婆婆的事业能更好的发展，就在家里一边哄着谭林，一边准备经纪人的考试。半年后，婆婆出关了，我的经纪人资格证也新鲜出炉了。婆婆出关那天，我带了礼物亲自去接她，看到她出来后，送上1冬花，恭喜妈妈学成归来，在奋斗事业的道路上迈出一大步。现在的婆婆温柔而坚定，同那个把前半生奉献给家庭的女人完全不同。她从花束中抽出1枝花递给我，
那还是要请经纪人小姐多多照顾我啊。我接过那枝花，笑着说，那必然，你就等着红的发紫吧。婆婆笑着上前挽住我的胳膊，带着我向前走去，没有勾心斗角、暗地使坏，而是一起奋斗事业，为自己而活，任谁看到了能不感叹一下，我们两个是婆媳界的模范代表人物。婆婆正是以演员身份出道后，接拍的第一部戏是一部都市家庭轻喜剧《温暖日常》。在剧中，她饰演一位性格直爽、有些大大咧咧的婆婆周玉兰，每天变着花样给家人做饭，偶尔和儿子儿媳斗嘴，却总是在关键时刻给予最温暖的支持。凭借着本色出演，婆婆将周玉兰的可爱与真实诠释得生动鲜活。剧里她系着印有卡通图案的围裙，一边哼着跑调的老歌，一边挥舞锅铲的模样，成了观众心中最接地气的搞笑婆婆。该剧在黄金时段播出后，迅速掀起收视热潮。社交媒体上，井号周玉兰的快乐厨房、井号被婆婆圈粉了井号等话题接连登上热搜。有观众留言，看这部剧就像在看自家日常，周玉兰和我妈太像了，连说话的语气都一模一样。还有网友剪辑了婆婆在剧中的搞笑片段，配上魔性的音乐，短短几天播放量就突破1000万。婆婆也因此收获了一批忠实粉丝，走在路上时常被热情的观众认出来，有人拉着她合影，还有粉丝专门制作了印有她剧中形象的周边送给她。随着知名度的提升，婆婆的戏约逐渐多了起来。但我深知，想要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长久立足，不能只靠运气和一时的热度。于是，我开始像个严谨的工匠，精心为婆婆规划演艺道路。每天清晨，当第一缕阳光洒进书房，我就坐在电脑前，浏览各大影视公司发布的剧本信息，从数百个剧本中筛选出符合婆婆戏路与发展方向的优质本子。遇到合适的，我还会联系行业内的朋友，打听剧组的制作班底、拍摄计划等细节。同时，我为婆婆联系了圈内知名的表演老师，每周安排固定时间进行演技提升课程。一天，我收到了一个年代剧《岁月长河》的剧本。这部剧由国内顶尖制作团队打造，讲述了一个江南丝绸家族在时代变迁中的沉浮故事，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。婆婆受邀试镜剧中的大家长沈淑云一角，这个角色性格复杂，年轻时温婉贤淑，在家族遭遇战乱、商道危机等重重困境时，逐渐蜕变为坚韧果敢的当家主母，既要展现传统女性的含蓄之美，又要演出在风雨飘摇中为家族撑起一片天的魄力，对演员的演技是个不小的挑战。我和婆婆开始认真研读剧本，每天晚上，我们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一边泡着热茶，一边逐字逐句分析角色的内心世界。婆婆戴上老花镜，在剧本上密密麻麻地做满笔记，标注出每个场景中沈淑云的情绪变化、动作细节。为了更贴近角色，她还专门去研究那个年代的服饰、礼仪，甚至找来了许多老照片，观察当时女性的神态举止。有时为了一个表情、一句台词的语气，她都要反复练习几十遍。有一次，为了演好沈淑云得知家族产业被侵占时的震惊与愤怒，婆婆对着镜子练习了整整1个下午，直到眼神中能自然流露出那种复杂的情绪才罢休。看着她如此投入，我既心疼又欣慰。试镜当天，我陪着婆婆来到剧组，那是一间布置的古色古香的会议室，
墙上挂着剧中场景的概念图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墨香。候场时，婆婆有些紧张，手心微微冒汗，手指不自觉地摩挲着衣角。我握住她的手，轻声说：“妈，别紧张，就把自己当成那个角色，你一定可以的。你看你这段时间的努力，沈淑云就像是从你心里长出来的一样。”婆婆深吸一口气，勉强挤出一丝笑容。我就是怕辜负了这么好的角色。轮到婆婆试镜时，她仿佛瞬间变了一个人，原本有些局促的神态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大家长的威严与慈爱。当念到家族遭遇危机的台词时，她的声音微微颤抖，眼神中满是焦虑与果断。而在面对晚辈安慰的戏份时，她又轻轻抚摸着晚辈的手背，眼中流露出温柔的关怀。整个试镜过程中，她将沈淑云的复杂性格演绎得淋漓尽致。试镜结束后，导演激动地从椅子上站起来，连连鼓掌，太精彩了！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沈淑云。制片人也竖起大拇指，笑着说：“我们找了这么久，可算找到合适的演员了。”不出所料，婆婆顺利拿到了这个角色。拍摄期间，剧组为了还原真实场景，常常需要在偏远的外景地拍摄。我们辗转于江南水乡的古镇，破旧的丝绸作坊旧址，住宿和饮食条件都很简陋。有一次在一个偏远山村拍摄，我们住的是年久失修的老房子，屋顶漏雨，墙壁潮湿，晚上还能听到老鼠在墙角乱窜的声音。但婆婆从不抱怨，每天清晨5点，天还没亮，她就起床化妆背台词，即使在简陋的环境中，也要一丝不苟地整理好戏服，以最好的状态迎接拍摄。有一场重头戏是家族遭遇重大变故，生意被竞争对手恶意打压，沈淑云不得不放下尊严，在雨中为家族求情。当时正值寒冬，天空飘着细雨，气温低至0下。为了达到最佳拍摄效果，婆婆穿着单薄的古装戏服，在冰冷刺骨的雨水中一遍又一遍的拍摄。雨水打湿了她的头发，顺着脸颊不停地往下流，她却始终保持着角色的情绪，眼神坚定而悲怆。这场戏拍了整整3个小时，拍完后，婆婆浑身湿透，嘴唇冻得发紫，当晚就发起了高烧，体温一度达到39度。我心疼得直掉眼泪，劝她多休息几天，可她只休息了1天，就又回到了剧组，咬着牙坚持完成拍摄任务。这部年代剧《岁月长河》播出后，口碑和收视率双丰收，观众们被婆婆塑造的沈淑云深深打动。有人在评论区写道：“看这部剧，仿佛跟着沈淑云经历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，她的每一个眼神，每一个动作，都让我相信她就是那个时代的传奇女性。”婆婆也凭借出色的演技，一举拿下了当年的金狮奖最佳女主角等多个重磅奖项。站在领奖台上，聚光灯打在她身上，婆婆激动得热泪盈眶，声音哽咽着说：“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儿媳妇，没有她的支持和帮助，我不可能站在这里。”从选剧本到分析角色，从克服拍摄困难到应对各种挑战，她一直陪在我身边。是她让我找到了人生新的方向，让我知道，女人不管到了什么年纪，都可以追逐自己的梦想。看着舞台上光芒四射的婆婆，我也忍不住红了眼眶。回想起这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，那些熬夜研读剧本的夜晚，那些在拍摄现场为她加油打气的时刻，都在这一刻变得无比值得。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在这共同奋斗的过程中变得更加亲密无间，不再仅仅是婆媳，
更像是并肩作战的战友，相互扶持的亲人。随着婆婆事业的蒸蒸日上，我们成立了星途璀璨工作室。工作室的装修风格简约而不失格调，墙上挂着婆婆参演作品的海报和剧照。我不仅要负责婆婆的演艺工作安排，与各大剧组、品牌洽谈合作，还要处理工作室的各种事务，从人员招聘、财务管理到宣传推广，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我精心把控。虽然每天都忙得像个不停旋转的陀螺，手机消息不断，电话一个接一个，但看着婆婆在演艺道路上不断前行，获得越来越多观众的认可，我觉得一切都值得。然而，人红是非多，一些不实的负面新闻开始在网络上流传。某营销号突然发布文章，造谣说婆婆在剧组耍大牌，不仅对工作人员颐指气使，还经常迟到早退。文章中甚至煞有其事地列举了所谓的证据，配上几张断章取义的照片。紧接着，又有人恶意攻击她的演技，说她能走红只是运气好，全靠角色讨喜，根本没有专业演员的素养。这些谣言像乌云一样迅速扩散，对婆婆的心情产生了很大影响。她整天拿着手机，看着那些恶意的评论，原本开朗的笑容消失了，变得有些消沉。我第一时间站出来，通过工作室的官方渠道发布严正声明，坚决否认这些不实言论，并聘请专业的律师团队收集证据，准备拿起法律武器维护婆婆的名誉。同时，我也不断安慰婆婆，每天晚上陪她聊天，带她去公园散步，让她暂时远离网络的喧嚣。我告诉她，妈，别被这些谣言影响，清者自清。你的努力和付出大家都看在眼里，那些人不过是见不得你好。在我的鼓励下，婆婆逐渐调整好心态，重新投入到工作中。她用一部又一部优秀的作品回应了那些质疑者。在新剧《风雨书香》中，她饰演一位饱读诗书，在乱世中坚守教育理想的女先生，细腻的演技再次征服了观众，用实力证明了自己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和婆婆的事业版图不断扩大，我们开始涉足影视投资领域，成立了专门的影视制作公司，致力于制作一些有深度、有内涵的影视作品。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，挖掘更多优秀的剧本，培养新人演员，为影视行业注入新的活力。同时，我们也积极参与公益活动，用自己的影响力为社会传递正能量。有一次，我们发起了关爱孤寡老人的公益活动“温暖夕阳行”。为了让活动顺利开展，我提前1个月就开始策划，联系了多家养老院，了解老人们的需求，精心安排活动流程。活动当天，婆婆亲自前往养老院，她换上舒适的休闲装，脸上带着温暖的笑容，为老人们表演节目。她唱了一首老歌《甜蜜蜜》，虽然有些跑调，但老人们却听得津津有味，跟着节奏轻轻拍手。表演结束后，她又坐在老人们中间，拉着他们的手，耐心地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，陪他们聊天、吃饭。有一位老爷爷握着婆婆的手，感动地说：“好久没人这么耐心听我说话了，你就像我的亲闺女一样。”看着老人们脸上洋溢的幸福笑容，我和婆婆都觉得心里暖暖的。而我则在一旁负责活动的组织工作，确保每一个环节都顺利进行，同时安排摄影师记录下这些温馨的瞬间，通过社交媒体进行传播，让更多的人关注到孤寡老人这个群体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收获了很多感动和温暖，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。
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让更多的人关注到社会上需要帮助的群体，为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。我们还陆续开展了关爱留守儿童、资助贫困学生等公益项目，每一个项目的背后都凝聚着我们的心血和爱心。儿子谭林一天天长大，他继承了婆婆和我的艺术细胞，聪明可爱，对表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从幼儿园的文艺汇演开始，他就展现出了在舞台上的天赋。看着他在舞台上自信的表演，奶声奶气的背诵台词，模仿着各种有趣的角色，我和婆婆仿佛看到了未来的希望。我们决定好好培养他，为他报名了专业的表演培训班，给他买了许多儿童剧的剧本，鼓励他在家里表演。婆婆还经常亲自指导他，教他如何把握角色的情绪，如何通过表情和动作更好地展现角色特点。多年后，当人们提起我们这对婆媳时，不再仅仅是因为我们之间和谐的关系，更是因为我们在各自的领域所取得的成就，以及为社会所做出的贡献。婆婆成为了演艺圈德高望重的实力派演员，她的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观众。我也从一个新手经纪人成长为行业内知名的幕后推手，带领工作室和影视公司不断发展壮大。而谭林也在艺术的道路上稳步前行，出演了多部备受好评的影视作品，成为了新生代演员中的佼佼者。我们用实际行动证明，婆媳之间不仅可以和睦相处，还能携手共进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。在娱乐圈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舞台上，我们相互支持，相互鼓励，共同追逐着梦想。而我和婆婆也将继续在追梦的道路上并肩前行，带着对艺术的热爱，对社会的责任，书写更多属于我们的传奇故事，让这份温暖与光芒照亮更多人的人生。